那现在总是听灵性圈说，现在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这个词哦，是从佛教的经典里面传出来的。他是说，佛陀当初2000多年以前在世的时候，那整个那时候都是一个正法时代。它有分成3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正法时期，一个时期是相法时期，然后最后一个是末法时期。正法时期就是说，有佛住世，有佛在世界上面，然后有很多人修行，然后传的也是完全是对的方法，然后那段时间就有很多人证悟，然后变成菩萨，变成罗汉这样，那就很多人开悟这样。那为什么是说佛在世，不是菩萨在世？就有佛智慧的菩萨，这样会不会让人误解啊？其实这个误解并没有误解，他就是佛陀，他就是来这边成佛的，所以其实他没有，也不算误解，他来这边就是在这里要准备成佛嘛。成佛就是没有这个人，没这个人啊。对，没有存在。所以他就是在这边存在的时候，其实他是实地菩萨的身份，然后他走的时候，他就回归于空这样。那叫佛，那就佛，对啊。就不会再看见那个佛陀又降世什么？不会。那只是一种假象。我们可能会看到有菩萨什么降世，其实不会有佛降世。对啊，对，我又看见佛了。当然心理上看见佛是 OK 的，但是不会在现象界看到有佛。那所以在当时有500年的时间算是正法时期，就是佛陀他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嘛，那讲完之后佛陀涅槃就是他往生的，然后回归于空，叫做涅槃。他涅槃以后也有一段时间，可能有400多年的时间，都属于这个正法时期。正法时期就很多，因为佛陀刚传这些法，然后大家也接受度很高，而且有很多已经开悟的徒弟，然后再教很多的人。那所以在那个时期就佛法非常的兴盛，然后就很多人开悟，然后很多人能够登出这样。那在那段时间大概有400多年，总共有500年的时间算是正法时期。那佛陀预言过了那段时期之后，再来就是一个相法时期。相法时期就是它相这个字就是类似啊，就是像不像这样。那相法就是很类似正法时期。但是为什么说类似呢？因为它不同的地方是，虽然有正法，也有很多人修行，但是证悟的人并不多。比较少。因为那些可能是大菩萨啊，然后佛陀当初传的一些弟子啊，那都已经不存在在世界上了。那这些时期就变成说，修的人还算多啊，也有正确的方法，但是能够体会、能够开悟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了，跟正法时期来比已经少很多这样。那这个叫相法时期。那在这个时期再过了500年又过了，最后这个时期就是等于是一个末法时期了。末法时期就是说正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容易看到，然后修行的人也并没有那么多，然后能证悟的人几乎就少之又少，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末法时期？法是这样子，就有点像传言这样的。我们传一句话，然后越传呢，那句话都越偏这样，然后就歪掉，然后到最后可能那个话跟原来的话已经相差10万8千里。法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当初佛陀传的正法时候，那个法是非常的稳定。重点是有人能够去解释它。那一直传到末法时代的时候，不是说正法就不见了，法还在。但是它流不出来的原因是没人能解释这个法。很少人，不是说没人，就是大家都解释，大家都错，然后所以就很难把真正的内涵、真正的精髓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法就很难传出来。那既然法很难传出来，那修行的人按照真正修行的方式、正确的修行方式去修行的人也变得很少。那正确修行方式的人少了，那自然开悟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样。那我有2个问题，一个是你说佛陀他预言什么正法时期，还有相法时期、末法时期，他预言的嘛？那这会不会也只是一个故事啊？就是我相信他说的啊，就真的是这样。这个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了。当初佛陀跟那个托寻大概介绍一下，他是那个他化自在天的天魔，他是一个天魔，他是欲界，我们这个是欲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总共这个宇宙有3个阶层，在佛经里面记载。那欲界就是有欲望的这种欲啊，
那很多星球都在欲界里面。那有一个地方叫他化自在天，那这个天的天魔他最喜欢去干扰所有人，然后不让他们能够接触正法。那在佛陀当时还在世的时候，天魔当然没有办法去干扰他，因为佛陀他的能量太大了，所以传出来的法大家都能够理解。那魔在那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去干扰这些修行人，但是魔就跟佛陀说，没关系，你给我记住，现在我没办法干扰你，但是我预言在1000多年以后，我就渗进你们的所谓的僧团啊，你们的教育体系，然后假扮成你们的老师，然后传魔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正派的，然后是一些很正统的方式，但是实际上传的就是一些完全偏离正道的方式来干扰你们，让更多人不能够找到真正的方法。那佛陀一听就惨了。然后所以佛陀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他就预言说未来这是末法时代，因为魔这招实在太狠了，就魔不管做什么其实都干扰不到佛陀。但是当佛陀不在很久以后，那个法慢慢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能量的时候，魔就来假扮成这些高深大的老师，然后来教导大家的时候这时候就出很大的问题。佛陀想说这也没办法。你确定你不是魔？你不是魔假扮的？我当然不是魔假扮的我们面具看起来，人家说看起来很可怕。也不会可怕，也不会可怕，很可爱。我觉得很可爱啊！还有观众把我们的面具画成，就画我们2个人，然后把我们的面具画那个 Q 版的，我觉得瞬间变得超可爱。那我本来就觉得面具不怎么样啊，就不会很怎样。那张图很可爱，所以末法时代就是大家很难遇到真正的方法，那什么是真正的方法？因为佛陀的佛经还存在，所以所有的方法要去跟佛经这些去比对，就是你跟佛经的道理相差很远的，那就不是正法。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佛经现在看得懂的人越来越少，就是也参不透佛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听别人去解释这些佛经，那就往往跟佛经的意思就不一样，就曲解了佛经的意思。对啊，对啊，所以现在这种现象真的是我也觉得这种现象在现在来说真的是一个末法的时代，就是非常纷乱的一个时代。然后好像10个人里面有1、2个就是老师这样。如果从楼上掉个冰箱下来砸死就很不小心随便都可以砸到一个什么大师老师这样。真假的？就老师太多了，满街都是这样。这比喻也太妙了。就很多老师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网络一打开什么老师、大师、什么师，哇，师字辈的实在太多了。以后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那个老师比学生多，这样就一班里面，然后有50个老师，然后就2个学生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这样老师比学生还多。现在不是有观众叫你老师？老师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称呼了。那其实重点不是我能教大家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能教大家。对啊，我是一个提醒者。就是提醒说，大家可能在说我好穷，结果我提醒大家，其实你摸摸你口袋，你口袋里有10两黄金你摸摸你的口袋，让大家去摸，真的有原来我好富有，一点都不穷。对啊。那我是那个提醒的人，提醒人其实并没有教对方什么事情，就是你本来就有的，那我跟你说，其实你有你摸摸看，那你摸摸，真的有那。就是这样子，并不是一个指导者，也不是什么你们的自己的佛性、空性，你们的本源，你们最天然、最纯真的那个本性，那你们每个人都有根本不是我传给你的。要自己修好吗？对啊，所以不是一个什么老师什么，就是一个提醒。说修也不叫修是吗？也不叫修没有东西可以修没有东西可以修是说我改变自己变成另外一个状态，然后我变好了我现在很棒了，那是一种修。其实就是找回来嘛，找回来其实不算修就是对啊，找回来就去发现有真的那就结束了。对啊，就大家没有修的过程，大家都习惯用修这个字我要修修行对啊，其实修这个并不存在。而且不只有老师现在还有那种阶级制度，就什么老师大师什么的。还有分阶级，还有分阶级，就是版图越大就越是大师的感觉。老师、助教，然后教授，然后什么主任，然后校长什么，就变成这样的，就有点像这样。这种情形就是
只有现代才会这么多这样的一个状态。说现在是末法师，它带有一点都不为过，就是满街都是老师，然后传的都不是正法，那这样子真的就是末法时代。那像兜率陀天这种地方啊，那边有弥勒佛在那里吗？对啊，现在在那边讲经说法，所以那边的人很幸福啊。那这样的世界会有那种阶级制度吗？像他是十地菩萨，哇，大家都很崇敬他，然后下面可能还会有再分个什么老师啊什么的，就像一个阶层这样，会分吗？会这样分吗？他那边其实不是分阶层，他那边主要有2个区块，一个是内院，一个是外院。它那个世界有2个不同的区块组成，一个是内院，一个是外院。那外院跟内院的差别在哪里？内院呢，就纯粹是像学校一样，那有弥勒菩萨在那里传授正确的这些方法，修正的方法，让大家可以开悟。然后在那里学习的这些菩萨们，然后就在那个内院学习。那外院呢，纯粹是因为你的福报很好，然后投身到那里做天人，就只是在那里生活，并没有学习解脱的方法，所以它分成内院外院，没有分什么阶级啊那些没有，只是分2个区块，就不像这里那么的阶级的感觉，不会，很单纯，兜率陀天很单纯。那这样也不错，果然不同层次的世界。对呀，就比我们这边目前来说幸福很多，我们这边就是目前来说太乱，但是。在我感觉，这个世界其实有在改变。有在改变，怎么说？就是平行宇宙在转换。在转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宇宙来看，我并不觉得说，虽然外面这种讯息很乱是没有错，但是想要了解这种解脱讯息的人，我觉得非常多，并不像佛经当初预言说这时候想要修行的人非常少。其实不会，我觉得越来越多大家都对这方面解脱的讯息很想了解。我觉得吸收灵性知识的人口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同的。那像末法时代，人家说末法时代有很多波旬来阻扰什么的。会不会这些所谓的魔其实也是菩萨化身来考验人的呢？这样才能，因为人家不是说在2元性的世界才更容易开悟吗？那正需要这些魔波旬的存在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修逻辑的试炼场，敢进来玩的都不是简单的，都是大师级。所以现在跳进来玩就是玩修逻辑的游戏。这个游戏难玩的地方困难的地方也在说，很迷惑，就是我也没有前世的记忆，我也忘记我是谁，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来这边干嘛，然后就遇到很多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的，然后也分不清楚，就是很模糊的一个世界。你要从这些模糊的地方然后自己寻找那个拼图，一块一块把那个拼图拼起来，然后去寻找到真正的我们灵性的一个版图，一个蓝图。所以大家其实看我们的影片的观众应该也是一样的，很多人都是在灵性的区块，然后拼图一样，然后拼了很久，然后去找到现在他心目中的一条路这样。那有的人看到我们的频道，觉得找到一块大拼图，我觉得好开心。对啊，那其实就跟拼图一样，真的是这样。那这游戏难玩就难玩在这个拼图不容易拼。那是不是其实一切都是注定的？就是说你也要例如说源头在这灵嘛，像一个时钟，你也要经过这边，然后走到了一个阶段，你有可能有福报或是变成老灵魂快回源头那个过程才会遇到像这些讯息，不然你就算遇到善知识，然后正法你也不知道、不明白、不懂、不相信，所以也会远离你这样子。那些也会就算摆在你面前，你也会把它丢掉，就把明明捡到一块那个珍宝，然后把它丢垃圾桶，或拿来垫桌角。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了。就是修，来垫一下，把烫的东西垫在上面的。这个时代听到这样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讲一下以前佛经是非常珍贵的，就是皇宫里面才能够流传佛法，然后佛经里面一般民间看不到，然后是在皇宫里面、宫廷里面，然后才看得到佛经，然后才有僧侣然后来讲佛法。
然后所以佛经是很难见得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哇，注印《金刚经》，然后一印就几万本，然后就满街这样放啊。有时候不止在寺庙里面啊，那个街头的转角，然后就奇怪，就放了一些经在那里，然后哇，什么经都有啊，就有《金刚经》啊、心经啊，然后楞严经啊，什么阿弥陀经，哇，都有好多经啊。然后那些经都很宝贵啊，但是就变成丢在那边，好像没人要。对啊，人家看一看，发给路人，路人搞不好就丢地上我看过很多这种，就发什么，对啊，丢地上，他搞不好拿回家了，然后真的拿来垫桌角都有可能。对啊，一定的、啊。对呀、但是这么说也没错啦，现在这种佛经什么很容易取得，但是就算好奇想看的人，很多也看不懂啊。就是他讲的不一定。也要有人可能用现代的语言去解说、去解释，现代人才可能听得懂啊，原来是这样哦。对啊，因为这些佛经里面的一些什么话语都是以前的讲法是吗？对啊，都是古文嘛，文言文，所以现在很多人对文言文是很头痛的，比英文还难搞懂的。现代人国文不一定这么好啦，而且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都不会想看这些佛经的。对啊，我是没有文字太艰深了。对啊，尤其是你要给年轻人看，年轻人可能看不下去。对啊，所以也可以这么说，现在真的是末法时代，就是经还在，但是能解释的人、能看懂的人很少，能解释的人更少，那就很难去传递。那为什么有一些所谓老师啊、师傅啊、大师啊，为什么不用现代的语言去说啊？这个有很多的情况在里面，就是讲解佛经的人，他本身不一定开悟，那他没有品尝过，他就只能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直接把它翻译过来，这样从古文翻译成现代的话，然后直接来传递，这样就有点像这样。那但是虽然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它听起来还是很迷糊的啊，就像经典里面一些话，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啊，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些东西那翻译都翻译不出来，就是一些像音一样的文字。那讲师就照我老师怎么跟我讲，我就怎么跟学生讲，那就一个传一个。问题传了半天，佛经满街都是，为什么开悟的人这么少，都很难遇见？因为佛经太普遍了，但是能够传递的人真的是很少，所以能开悟的人就更少了，就没办法去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但是有被开悟吞没过的人，他也不一定会讲嘛，还是全部都会讲？不会。10个有9个都不会去讲。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不同的一个状态，就是除非他以前的这个人物，他登出之后他变玩家了嘛，他的人物他的个性除非他是真的是那个人物的个性原本就很热心，然后很鸡婆的，然后很想帮人的那种，不帮人他浑身不自在那种，原本就是这样的人，他才会有这种热忱去帮人。那要不然他跳出来之后就跳出来变玩家，然后呢，他就开始消化他所有人物里面的信念，他就躲起来，然后就去消化，自己就消化就回家了。干嘛还救人？怎么帮人养生？对啊，所以这种人大部分其实占了多数。大家以为说开悟之后变菩萨就出来度人，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你跳出来之后，你发现自己是玩家，你也觉得这游戏再玩也是这样，也没什么好玩的对啊，就处在那个消化的状态，然后就不断消化自己的信念，然后就躲在山里面，然后消化，然后消化到一个程度，然后就不玩回家了，这样你也根本找不到他。可是你不是说过，其实帮人当菩萨是最容易消化的。这个是开悟的人也并不一定会知道的。也不一定会知道。不一定除非他有老师跟他讲破这件事情，不然他自己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去执着的，他就自己去消化，慢慢消化，然后就慢慢解脱，这样他就不出来度人。为什么出来帮人是最快的一个方式？我大概讲一下。因为我自己每天遇到的事情很少，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正常人，上班下班，然后回家睡觉这样，我每天遇到的这些事情都大同小异。那我看着这些事情它能引起我内在的信念跑出来，甚至有情绪等等，也能引起的相当有限，因为每天日复一日都是重复的这些事情，所以我的内在我的第八意识，我的阿赖耶识里面，
就阿卡西记录里面有庞大的信念引不出来，那我要去消化它虽然可以贯穿到阿卡西记录去消化，但是那毕竟是慢的，直接把它引发出来看到消化是最快。那如何引发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帮人，因为你帮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问题一大堆，你就会看到好多问题，哇，这个也是问题，那个也是问题，你就会把那个看到的问题去引发你自己内在的那个信念出来。原来我是这样看待这个事情，原来我是这样看待这个事情，就好多信念都被拉出来。那你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去消化你自己的信念，那很快速的跑出很多信念，你就一直看它，一直消化。所以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你其实也是在度自己。所以佛经里面有说，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变成佛了。自觉就是自己能够体会到空，体会到灯出，体会到观察者。那觉他就是让别人也体会到自己是观察者，让别人能够开悟。然后这件事你一直去做到一个圆满的程度。什么叫圆满？其实不是说我度了10000个人，好，我圆满了，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去度别人的时候，你让自己的信念跑出来，消化它，消化到差不多很少很薄的情况下，这样就圆满了。这样圆满的情况下，你就完全不会被世界再拉进去。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关机回家了。所以说菩萨帮人其实也没有在帮人，他只是他纯粹就是帮自己啊。因为对于菩萨来说，哪里有外面，就其实没有人啊。对他来说，他明白整个只是一个游戏，整个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梦。那在这个情况下，他需要帮人吗？其实他没有所谓帮人的需求，所以他不是真正有这个需求，而是他借由这件事情来帮助别人，同时他消化了他自己的信念。那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啊，对菩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他既帮助了别人，又消化自己的信念。那只是很多人登出之后，他并没有接受这种想法，那他不知道有这个方法，那他登出就觉得哇很美妙啊，自己都不会被世界拉进去啊，每天自由自在的，很洒脱这样，那就看着世界，然后看着自己的信念，然后慢慢消化这样。就过他闲云野鹤的生活，他就不会来帮人这样。所以就是有被开悟吞没过的人，已经是非常少之又少，非常少。但是真正会跳出来的人又更少。所以能遇到开悟人少之又少啊，开悟人当中又跳出来会帮人的又少之又少，所以这个几率就在目前这个末法时代来说，就是相当的难得，这样很不容易遇到。但是我们知道的，我觉得算蛮多的就是可以数一些出来，找一集可以分享一些人给大家。这样，这个其实数一数也是手指头去数，也是手指头。对啊，你也不可能说哇有个5000、10000个，然后去点名出来，其实也没办法。也没办法，就这一点点。看到的就看到的就那一点点这样。也是对啊。所以那些菩萨就只是。不是说我菩萨帮人什么什么，是那菩萨是看着自己的人物在帮助人，然后帮助人这些过程中他升起什么信念，然后被他消化掉这样。完全正确，就是这样。所以菩萨做的事情就是利人利己。他其实帮别人他对别人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其实对他自己帮助更大这样。就越消化就回家了耶。对呀。所以。这算自私吗？也不算。没有，他完全是无私的，他没有想着说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但是他就是想借由，也不是想借由帮助别人而消化自己的信念。他没有，他其实不太会去想这些过程，他只是想说怎样才能让别人开悟，怎样才能让别人开悟。他想的是只是这个。是小我在想吧？没错啊，就他的人物会有这样的信念，所以菩萨唯一执着的就是度众生。对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执着。那对于其他事情他都不会执着。所以对啊。所以说那个被开悟吞没过的人，然后他菩萨他要度众生，所以他的小我他的人物就只会专注度众生吗？都不会玩什么，例如说当什么演讲者啊，然后很有名的啊。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演讲者玩这些角色啊，其实都可以玩啊，就不一定。我刚刚说的是他选择了很快速的消化自己的信念，选择很快速的帮助很多人，这是他的选择。他也可以选择躲在山里面，他也可以选择玩得很尽兴，那都是他的选择，没有不可以。所以开悟不是当植物人变成植物人。当然不会变成植物人。就有些人不是会说，真正开悟就怎样，我也忘了。有人可能说，
开悟之后哦，然后就掉在空里面，然后就很空这样，就每天空空的，就跟植物人一样，然后没有分别，然后这样眼神呆滞涣散，然后那就很空这样。对，很空这样，然后一直维持这种状态。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啊。对啊。那觉得不好的是小我在觉得不好啊。当你真的在这种情境里面，你很自在、很圆满，也可以像个植物人一样，对啊，这样可以啊，很开心、很喜悦的过一生，又有什么不可以？那种觉得这样不好的是小我的一种信念，而并不是真正这种状态不好。对啊，像那个叫什么艾克哈特托勒，他的名字叫这样。对。他被开悟吞没过之后，他就跑去做一些他之前那个角色不敢做的事啊，他就去高空弹跳啊，是吗？哦，那是捷德。是捷德，记错了，是捷德。捷德去跳伞。以前不敢跳伞，跑去跳伞，而且伞卡住在飞机上面，然后差点被吸下去，然后生命就在那一瞬间就眼看着生命马上要结束，然后他居然没有害怕，居然有一种兴奋，他还期待着说想要看看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这一般人哪里有这样？开悟过人才有这种洒脱，这种自在，就是人生命马上都要结束，他还觉得哇好酷哦，眼前就马上可以见证到死亡的来临，真是太酷了。然后他还期待这样，结果最后当然是没发生了，就是伞好像弄好了这样，不然他就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这种心境哦，是我们觉得很酷的。你看像捷德，他也从来都没有露面啊，他就只是出书，对啊，他就纯粹就是想要，应该就是想要。出书，然后就是度有缘人这样子。他书里面有讲过，他是说，等到一个差不多的时机他自己就找到一个树林，然后就坐在那边等死，然后死在树林里面，这样结束他生命，他觉得这样很棒。他其实没有什么在意的。对啊，没有什么在意的。所以啊，每个被开悟吞没过的人，他们的诠释方式都不一样嘛，是因为小我的个性都不同。对，小我的个性角色都不同。刚刚讲到末法时代，那你刚刚说平行宇宙是轨迹变的，平行宇宙变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现代的人，会想要知道这些，理解这些真相什么的。然后能传递这些讯息的人，感觉也越来越多，一直冒出来。越来越多，看起来是这样。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只要改变那个信念，佛陀说的。就可以不成立吗？当然是这样了。是这样。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除了一个东西是绝对，就是我们的觉察本身，这个观察者视角是绝对之外，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绝对的。所以任何事都可以变。那你说的这种情况，像佛陀有说过吗？因为你说佛法里面每一句都是给不同人听的。没错啊。佛陀讲了49年，有非常多的经典。那些经典其实都是他的徒弟去把它记录下来，他讲过的话。那其实他当初面对就已经是不同的一些群众，他讲给不同的一些层次的群众听。有时候讲给一般人听，那有时候讲给罗汉听，那有时候讲给菩萨听。所以他讲的东西层次是不同的，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讲给所有人听。所以每个人会找到适合他听的法，这样。那如果听的法不对其实也没办法契合，也进不去。所以就有人会说，为什么很多佛法听起来都有点矛盾的感觉？是会有矛盾的，因为他根本就讲给不同的人听的。就讲给幼稚园的人听，跟讲给大学生听的话，本来就可能是矛盾的。那佛陀说的什么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他说的这么多的信念、预言，那佛经上还有什么是跟这些预言是矛盾的？佛经上说万法唯心造，那光这一点就可以把所有东西推翻了。就是万法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现象叫做万法，包括心理现象跟外在所有的物理现象，所有的精神层次、内心层次跟物理层次，所有的现象叫做万法。万法唯心造，都是我们的心造出来的。那他所说的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念。信念能够创造一切，信念能够创造系统，信念能够创造所有实相，那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那佛陀跟我们讲的显化法则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显化法则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显化。那光这一点就可以推翻他自己所说的未来是几年是正法、相法、末法，这些是当初在某一些机缘下，然后或者跟波旬对答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
预言。那当初这个预言就是预言的未来可能发生的轨迹。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轨迹上？我们不一定是在这个轨迹上，所以可能平行宇宙已经变了。那或者我们自己也可以把它显化成不是这样。这一切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那像佛陀不是有预言什么弥勒佛会来到投身到这个世界，然后成佛？对，没错。那说这到他来的时候就又变正法时期，就变正法时期，所以在这之前都是末法时期。那所以这也可以被推翻，也可以被推翻啊。不知道是谁，好像在网络上看到说，明年2020年那个。不对，是耶稣，那是耶稣。那是耶稣。有人怀疑说，耶稣跟弥勒佛是不是同一个人？就是未来来的这个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未来耶稣降临的一个救世主。那这个救世主是不是跟弥勒佛是同一个人这样？那但是在经典上记载是不太一样的，就时间也不同这样。那耶稣弥赛亚可能很快就来了，那有人就有说2020就来了，就这样。那但是弥勒佛这个在佛经记载就还要很久的时间才来，因为兜率陀天的一天呢，等于我们这个世界400年。那他们那边一天就是这边400年，然后弥勒佛要在那边等到他在那边结束了他的生命之后，然后才投身到这边来，然后又生出来，然后来这边成佛。所以他在那边到底可以活多久啊？他说他的寿命有4000岁。那然后他们一年也等于这边的360天这样。那这样整个换算下来差不多有56亿7000万年的时间才会投身来这边。哇，那50几亿年之后，就佛陀当初2000多年前佛陀涅槃以后56亿年之后才有弥勒佛再来这边。太久了吧？那到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不过我在想这个时间时间，我们说过时间空间是不存在的，对啊。所以其实时间这个观点在这些影格里面，其实它是会变动的，不是固定的。就说56亿年，其实它不是真的56亿年，它只是在诠述一个很久的时间。但是那个时间到底有多久，搞不好被我们集体意识不断显化加快，搞不好它是5600年就来了，搞不好2000多年就来了，搞不好最近就来了。所以难怪现在台湾有那个弥勒佛。台湾有弥勒佛，我怎么不知道？台湾不是有弥勒佛，我有看到。弥勒佛就是像那个我们上次去庙有一个大的观音这样，就一尊很大的弥勒佛。真佛，我是真佛。真佛，真佛不是有人说过吗？那到底谁是真佛？我们有一部影片有分享各种频段的存在状态是什么，什么是佛，什么是菩萨，什么是养生大师，什么是仙，什么都有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回顾去看看。弥勒佛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我有大概去看一下他们所说的理论，他说的理论跟佛法是完全不同的啦。但是那个你不是说万法什么的？万法唯心造。对啊，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维度有好几亿个维度，那不是也可能的吗？那是对他自己来说是可能的，就是他可以把一个维度切成5000个也可以啊。那所以一维度有5000个等份，那把它编成1到5000维度，那2维度又把它切割成几千维度，随便它切割啊，任何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切割，这只是一种理念嘛。那像我们所讲的其实很简单啊，我们讲的就超简单，就分成游戏内跟游戏外，不就2个维度而已嘛。我们有讲7个维度、10个维度，其实那些东西也可以讲，以后我们也可以分享。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觉得没那么复杂，就是游戏内就是游戏内，不管你在哪一个副本，你练到几级，你还是游戏内。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说7维度或5维度，然后它就很怎样啊，其实没有很怎样啊，它就是一种内在的意识状态。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来谈，就是我们整个人就是全维度的，就所有的维度其实是在我们的意识状态里面，但是这些意识状态全部都是游戏内，所以你3维度也是游戏内，5维度也是游戏内，7维度还是游戏内啊，所以我们比较会去讲说游戏内跟游戏外。这样分好几个维度，好复杂。对呀，几个维度已经复杂了，还讲到什么有几亿个维度，哇，这实在是很有创意。很有创意啊！
我是很想听听看他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每一个维度，就从第一个维度介绍到几亿维度这样。他可能讲个100岁讲不完这样，然后他就一直在讲他每次说法就开始说，今天我们讲3675维度的事情，这个3765维度呢，它是一个怎样的呢？关我什么事？对呀，关我什么事？你介绍我路口那一家餐厅，然后有什么好吃的沙拉什么，对我来讲还比较实在。你跟我讲什么什么几千维度那些东西其实没办法去向内直接求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故事就好，因为没有意义啊。就听一听，有趣也不错，蛮有意思的这样。就像我们分享那个希特勒影片，就有趣一下，大家开心这样就好。对啊，可是我们不是也分享像那什么毛素新生活什么，没错，大家没办法体会。但是这个我们是怎样？为什么会讲这些？这些是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阿卡西里面的内容。那这些分享给大家用意是唤醒大家内在的记忆。看我们的影片的人很多都是外星种子。那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他会有触动，就是对啊，好亲切，好有感觉。我们是借由这种方式讲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去可以触动大家，好像有一点记忆，好像有一些感覺，怎么很熟悉这样。从那些去引发自己对他自己过去的一些感受，这样或许他就可以连接到他真正想来这边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啊、愿望啊。在目前人生比较模糊的轨道上，能够更清楚，这样作用是这样那所以你觉得什么时候会变成正法时期？当下就是正法时期。当下就是正法时期。这句话可以拿来当标题。这句话可以拿来当。很有智慧啊！大家都说现在是末法时期，现在一堆妖魔鬼怪，都是妖魔鬼怪，你不要信那个，那你不要给我拿这个给我看，什么双生子哇，那个面具好可怕。现在是末法时期，你要小心它是魔那是魔不要。对呀，正法、相法、末法，其实就是我们内在存在的3种状态。当我们执迷于物质世界，然后远离我们的内在的时候，这个就是末法时期，就是我们自己的末法时期。那当我们接触灵性，但是却又跟物质拉扯，然后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好想灵性好想追求解脱好想更深入内在一下又就被物质又拉去这样拉来拉去的时候，就是相法时期。那真正我们静下来，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们的本心，真正我们内在的那个源头，我们越来越趋近它的时候，那就是正法时代正法时期。所以正法、相法、末法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所以不是那个多少年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当下，你选择正法还是相法还是末法，这个才是真正的正法、末法、相法时期。在这个当下，你选择的是什么？对呀，所以你当下就可以进入正法时期，不是需要等未来弥勒佛来，因为等弥勒佛，你的自信现在就在你的内在，你现在何不静下来去发掘它？你为什么要等到未来才需要发掘它？不需要你当下就可以去发现它了。你确定你不是弥勒佛？你不要看我胖就觉得我是弥勒佛，耳垂也蛮长的也蛮胖的。不要，觉得这样很像很胖这样，弥勒佛这样很胖。我想你刚刚讲这些，让我想到你之前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是说什么不知道是谁，然后去玄来边打坐。有一个故事在是宋朝嘛反正很像是宋朝，有一个大师叫做高风妙禅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禅师。这个高风妙禅师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但是在他开悟以前他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很有趣那些经历就是他为了要展现他像佛陀一样的决心，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然后体会到空性，然后开悟，他也想模仿佛陀这种精神他就跑到悬崖边去坐。如果我坐着，然后没有体会到空性我明天还是一样回去睡觉了。但是重点是，就是你如果在悬崖边你打瞌睡你就会掉下去，你生命就会在那个时间结束。所以
他就会很精进、很警醒自己，然后很清醒的打坐。他这个心哦，就虽然比不上佛陀，但是也非常的精进。这个心实在太猛了。那所以有一天哦，他在悬崖边打坐，他那一天可能哦没睡饱，特别累，然后他还去打坐，精神可嘉，还去悬崖边打坐，他就不知不觉不小心真的睡着了，度孤睡着了。结果掉下去了，从悬崖上掉下去了，哇！眼看自己要挂了，醒过来，我怎么在空中飞行？哇！结果突然一只大手啊，把它接住，因为有点像那个如来佛抓那个孙悟空那个大掌这样，就把它接住了这样，然后他就奇怪，我竟然被接住了，抬头一看，这不是韦陀菩萨的样子吗？就是寺庙里面都有供奉韦陀菩萨，所以看那个样子就知道，这是韦陀菩萨。然后那个高峰妙禅师就说，韦陀菩萨啊，你把我接住了，谢谢你救了我。然后韦陀菩萨说，你修行非常的精进了，所以我来护持你，所以我现在就来把你接住。所以让你继续修行，这样你非常精进的这个心是我们非常敬佩的，所以我护持你。那就把他送回那个山边，然后他就很棒，觉得很开心，就回去。那后来他就还是一样，每天来这边悬崖边打坐。但是后来他升起了那个傲慢的心态，他就觉得，连韦陀菩萨都说我修行精进了，我修行实在是太棒了，没有办法，我修行就是这么棒，真实在太厉害，让我感动到连韦陀菩萨都出现，你说我厉不厉害？然后他就有这种心态，就开始有傲慢心。然后就有一天啊，他在那个悬崖边打坐的时候，不小心呢又快睡着了。这时候那个他还没掉下去，韦陀菩萨就出现了。然后韦陀菩萨说：“你刚刚差点就掉下去了，但是我现在来告诉你，我不是要救你，我是要跟你讲说，你升起了傲慢的心，所以未来我不会再护持你了。在未来3大劫的时间我都不会再护持你，也就是好多亿年我都不会再护持你了。以后你自己掉下去了，你就自己看着办，我不会再护持你了。几亿年的时间我都不会再护持你，然后就消失了。然后那个高峰妙禅师就很惭愧啊，我怎么会有这种傲慢的心态呢？真是不应该啊！我要发愤图强，我绝对不会有这种傲慢心态。我每天还是精进来这里修行。”然后他每天就是还是很精进去修行，但是他有一天又真的太累了，又睡着了，然后又掉到悬崖下面去，嘣，有一只手把他接住，然后接住了之后，然后一看，韦陀菩萨，然后他说：“韦陀菩萨，你不是说不护持我了吗？”那韦陀菩萨说：“你一念之间的转变就是已经这个念已经超越了3大劫，就是几亿年的时间这个空间时间被你这个精进的一念已经转过来了，所以其实。”我预言的并没有错误，我真的在几亿年的时间都不护持你，但是你这个一念，就已经超越了那些时间，这样，所以你就还是得到了护持，这样，原来是这样。那时间其实不是绝对的，不是固定的，它是在我们一念的时候频率转换那个时间就不同了。那所以这个拿来讲到刚刚的说正法、相法、末法，其实这个时间什么1000年、1000多年了，这个。其实不是绝对的，那又讲到说弥勒佛下生需要几亿年才来，56亿年之后才来，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时间对于我们的实相来说都是可以变的，在一念之间，所以当下就是正法时期，现在是正法时期，好，消化一下，好，拜拜。拜拜。